你好呀，我是肯。这一期呢，我们继续邀请灵性超高的、有着外星人大脑的 Kevin， 还有练就了随时想出体就能够出体的 Neo， 同时也是学霸做题家，曾经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有请 Neo 和 Kevin 来继续我们的灵魂觉醒的播客。因为我常常在想啊，每个人本质上都是鬼魂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修行啊、出体啊、觉醒啊，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真真切切的好处呢？觉醒之后如何能够更加有掌控感的驾驭我们的情绪？觉醒之后如何提高我们的觉察力？我们人生的苦难，它真的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有的人说它是修行的动力，也有人说它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然后另外，我们这一世的轮回转世是我们自己曾经选的吗？而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圆满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为了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有请 Kevin 和 Neo。 你就是灵魂觉醒，就是意识到有灵魂存有之后，你就也不会再怕鬼了。对，就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本质上每个人都是鬼嘛，其实。对，因为每个人本质上都是鬼，然后就跟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一样，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么一个存在。对，人可以伤害我们，对吧？那我们其实更应该害怕人嘛。那鬼的话，可能只是用一些那种特殊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啊。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就是他们真的有那种物质的操控能力吗？我觉得有也有呗。那可能是不是也分有的能力强一些，有的能力弱一些？就是可能此时此刻我的屋里面就有好多个鬼。所谓的鬼，对。但是可能就是绝大部分的鬼，他跟你没仇没怨的，他是不会去伤害你的。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就是我们在大街上也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就是没有说是要担忧谁会突然冲出来给你一刀，或者说是给你一脚。对，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还好，就是一直不是太恐惧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一直就老话说嘛，你没做亏心事嘛，就不太害怕有人来或者存在来报复你嘛，就是还是得行善，就是少做亏心事很重要。对，就是不要跟这些灵魂或者说其他人去结仇或者结怨嘛。要化解这些这些比较负面的关系。对。我就是现在修的主要也是化解这些怨恨呐、负面呐、仇恨呐，其实就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吧，觉得也收获了很多，就确实内心的感受要比不修这些之前的我要舒服很多，就是相对平静一些嘛，不能说修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实实在在确实是有收获的，就是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了，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个像宝藏一样的感觉嘛，就是我的感受提升了，我觉得那这个就比一切都对吧？它不像说物质上的东西，钱呐，我这个东西啊，能够直接的去提升你的幸福感和体验，我觉得这个未必。而这种灵修的东西，它实际是让我们感觉就是内心更平和吧。就是当然达到你的状态肯定就更好了，就是焦虑啊恐惧这些东西确实是非常的难受，就像一杯水里面有一只苍蝇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恶心不死你，但是它会一直让你觉得很膈应，就是耿耿于怀，那种心里有根刺的感觉。然后宽恕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的那些负面啊仇恨啊，其实就是宽恕了自己的很大的一部分负面的东西。对，然后就觉得这个恨扔掉了之后，虽然扔的那个过程会有点难受，但是真正放下了之后，我感觉自身其实变得更加的强大了，然后更加的有能量了。我会觉得
那至少类似的东西它不会再伤害到我了，这种会有一种自己有点接近于无敌了的感觉，就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就是这种成长它是灵魂层面的，它的那个效用它是终身的，甚至说是在整个灵魂的很多事当中都是有作用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世。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觉醒前和觉醒后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觉醒前你有很多那种负面情绪，像是你说的恐惧啊，或者说悔恨啊，或者说是焦虑啊，或者说担忧啊，就是这些情绪啊，它会一直缠绕着你，就是它好像就是不会消停，就是它就算小了一点，它也是像是一个背景噪音，它一直在你的这个耳边一直放着。对，但是你觉醒之后，这些情绪给你的感觉啊，不是说消失了，而是它不再像是一个持久性的东西，它就是像是一个可以随时调用的这么一个情绪能量，就是你可以生气，可以去伤心，可以去恐惧或者说是悲伤，但是呢，当你有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可以马上意识到它，然后把这些情绪迅速的解决掉，它不会成为一个持久性的一个东西。包括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在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你甚至可以主动的去调用这些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它不完全是负面的。就比如说焦虑吧，如果你没有焦虑感，其实你做很多事儿，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非常的拖延。对，比如说会拖延，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专注，就是我觉得这些情绪它都是有一定即使是负面的，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有一些好处的。可以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对，它可以把这些情绪当做一个工具去使用，就是而不是说它成为一个困扰你的存在。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对，类似于这种感觉，我觉得对，这也是一个觉醒蛮大的好处，我觉得是，就是原来是这些东西它在困扰你，在影响你，但是反过来你现在是可以让它们变成你的一个助力，一个对，一个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种手段。对，确实非常好。而且我能感觉到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完全没有焦虑的时候，就没有那种紧张感。其实我自身是非常低效的，就是会做事情非常的不专注，然后非常的缓慢，然后自己都觉得受不了自己那种。没事儿，就是这也分情况嘛，就是你当下可能在别的课题就是比较用心，就是这个东西慢慢来吧，就是有的课题它比较难嘛，高难度的，你可以是哇，我现在感觉就是有点恐惧那个课题出现，有的时候就觉得今天不要有课题了，我还没有准备好这种感觉。课题找上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吧，就是那怎么办？又要面对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锻炼的机会嘛。是，就经历过了之后，我会觉得，哎，我还处理得不错，就是这种，对，自己夸一下自己。就是你真的有的时候自相矛盾。你说一天嘛，如果在家什么事儿都没有，会觉得很无聊，然后很空虚。然后出去上班吧，或者做点什么，确实是会有点累。然后，但是又会觉得这一天还挺充实的，然后还挺有意思的吧。至少倒不是说收获了什么，至少过得不那么无聊，不那么的，对吧？就是什么重点都没有那种感觉。给你一种就是有收获。对，即使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说焦虑，但他总的来说是有收获的。对，就是结合着来，我觉得
对我来说还 OK， 就不要每天都是让我这么有收获，这么疲惫，然后也不要让我每天都这么的无聊，这么的没有收获，就是它两者轮换着来，我觉得目前还是能承受的。对，就像人家说的，就是一个人如果同时遭遇太多的这种突发性打击，他可能会一蹶不振嘛，或者陷入到抑郁，或者说对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对，反正我以前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如果有连续的东西出现问题的话，我会情绪崩溃的，我一定会发脾气的，就是我那个就是无法控制的，就是连续的不顺，或者说不在我的掌控之中，然后我就会爆炸，就会爆发然后现在的我呢也差不多，但是可能这个阀值会高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这些随机性，是因为这些随机的东西说白了它不是由你掌控的。对，既然它不是由你掌控的，那你就更没必要就是对它去产生一些情绪，就是其实产生情绪一般都是有目的的，就比如说我对一个人发火，是因为他就是我想让看到他能有一些改变，明白，或者说是他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不能让他继续这样做下去了，对，希望制止他。对，就是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是带有目的性的，对，这种情绪因为它是你能意识到，然后你能掌控，所以它不会过火。就是你不会说是出现一些不理性的情绪，或者说不理性的表达，或者说不理性的行为，它始终是可控的。然后这种他的情绪，他可能会消耗掉你一些能量，就是就像人发火之后，你会觉得会有一些能量上的损耗吧，就是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灵体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然后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就是它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的。但其实像你说，因为一些随机性的问题，你去发火或者说是去生气，它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而且会使问题可能更严重。而且会使你没有办法更好的处理这些问题。对，问题就是那个也不是我要发，是他要发，就是对，他内在有一股力量，真的他要摔东西，我真的就是也很无语啊！那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啊，你懂吗？就是我也很无奈啊，我就觉得别摔了，就是我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这个也是我劳动所得呀。但他真的是挺不客气的，就是所以我说我要解决掉他嘛，就是他这个狂怒啊，真挺吓人的，就是哎呀，真的是那种掀桌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努力的化解它。就是现在有收效啊，它确实力量小了一些，但确实还存在着。我觉得这种情况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就是特别是没有觉醒之前的我也会有。就是那股力量，你觉得它是怎么样了呢？是还存在着呢，原封不动呢，还是说化解掉了呢？你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意识到了，就是你能意识到就是你对你的情绪啊，你的心理变化，你现在其实能够清醒的，就是在线了，你懂吧？就是你没有觉醒之前，你可能跟你的灵魂层面你是没有那么好的连接，然后你会你的那些情绪好像就不由你的控制，但是你觉醒之后，这些东西你意识到它存在，然后它一下就变得可控了，你懂吧？它就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你收放自如了，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主导力量。你面对它的时候，它在你的控制范围内。对，
就像人家说，就是假如一个修行的和尚，他在山上修了很多年，然后他到闹市里边，然后突然遇到点啥事儿，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那他不就白修了吗？就没修到家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也算是一种分离吧，就是你的这种自我意识跟你的灵魂，你的这种情绪，它有一种分离，我觉得，所以你会感觉到是有一股就是莫名其妙的火焰嘛，或者说就是有一个能量要爆发出来。对，但是就是你跟这个灵魂合一之后，你会觉得它不是莫名的，它从它刚升起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能察觉到它，然后你就可以引导它去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你懂吗？就是你不会把它看作是莫名其妙的，你不会感觉到它是没有来头的，没有由头的，你会更清醒的意识到它到底是来自于哪儿，然后从哪儿开始升起，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会去合理的引导它，如果有必要，你也会去发必要的火，去感受必要的痛苦或者必要的焦虑。就是它是存在在我内在的，然后我能觉察到它，就是它发不发作，它发作的时候我能觉察到它，它不发作的时候我觉察不到。然后发作的时候吧，确实我对它是有控制的，我知道，但是就是它的力量很强大，然后我只能感觉就是我不能和它认同吧，就是这个力量确实是非常强大。然后是很毁灭的一个力量，然后它被点燃之后的话，它会站到主导的一个位置，然后真实的我呢就会站在旁边给他让地方，然后可能也是站在旁边劝他那种感觉，就是你消消火吧那种感觉，然后而且我感觉他很傲慢，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有强烈的控制欲，比如说我拿这个水杯，我拿一次我没拿起来，OK 我忍了。然后我拿第二次我还没拿起来，我就有点你懂吗？我这个火焰就要起来了。然后拿第三次我要是拿起来，然后啪一下掉地上了，我这个火焰就着了。然后呢，我现在的感受就是，经过修行几年之后，我这个火焰是着起来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它控制我的时间不会说特别长，我会大约在几秒钟之内把这个火苗掐灭，就是会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值得你发作，就这种感觉。然后他可能就会气焰就下去了。但是这要是以前的我的话，比如说10多年前的我，肯定这个水杯我就要给它摔了，就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毁灭吧，就是我不是拿不了你们，拿不住你吗？就是类似的事情啊，就这样的感觉，就不在我掌控中的东西，我会有一种傲慢，想毁灭掉它。就跟自己较劲，这个还不涉及到人际关系，就跟自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较劲。对，就是我身边也有人有这种类似的，我觉得这种莫名的愤怒。对，就是对于这种自己做不好事儿啊，或者说没有能达成这种掌控欲啊，他就失控了嘛。对，这个东西得慢慢来吧。已经好多了。就现在，比如说一个东西洒地上了之类的，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其实它有一股力量，但是呢，我给它就是克制住了，或者说我能去，其实就是现在的阶段，就是我没有去发这个火。但是我以前的我，所以我认为我是进步了，就是我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改变是我自身改变的，也不是说因为外界有什么原因啊，或者年龄的成长啊，就是因为我在练习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负面的力量其实是被削弱了一些。其实它是一种自我消耗，它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实际价值，它甚至可能会让你，比如说你摔杯子，你损失了财产。对，
对，他其实特别讨厌我很不喜欢啊。以前做过很多极端的事情，然后每次都后悔不已啊，就是那种。对，确实好多人都有。然后比如说夫妻吵架嘛，对吧？把家都给最后都砸到，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种。对，其实你说哪有不后悔的？睡一觉之后都会后悔。对，只是当时因为失控了，说白了。是。所以我觉得我的课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我可能就是比较那个厉害一些吧，就这个课题啊，必须得修正它。对，先察觉嘛，当你能察觉到它，你就可以修正它。对，是。咱们要不接着聊下一个话题？好的。我们看一下他的第2条评论吧。好，咱俩实际也没有聊他的评论。怎么说呢？他评论，给我们开启了一个话题。对。或者你有想到什么好的也可以聊。开始读他的第2条评论了。好，开始吧。好，他第2条评论是：这是一种基于自由选择意志的体现，严格来说是一种课题。你没有看过泥巴坑，所以觉得很有趣，非要跳进去玩。所以要跳进去学习怎么玩，再学习怎么爬出来，这样你可以决定泥巴坑内好还是坑外好。这也许在另一边是有存在觉得无聊才跑来转世的，但并不是为了让众生经历苦难才来轮回。苦难是众生自行创造，众生本身是创造者分身。读完了，跟咱刚才讲的那个挺像的。对，这个我先说吧，因为这个它有点触碰到我的核心的想法了，就是，但是我也是支持这种想法的啊，因为也有一些资料是这样讲的。然后就像与神对话，它就是说，我们是自愿的，然后是有选择的。但我自身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就是我们是没有选择的这样一种理论吧，因为这样才感觉有更强的一种修行的动力去完成这个目标，就是有一种迫切感。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这个未必是我们是100%有选择的啊，这种选择可能甚至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是未必说是一种很开心的选择，可能也是一种补偿性的一种选择，进入到这个娑婆世界呀、物质世界。所以说苦难是自行的创造，我觉得这个自行可能可以打一个括号，就是里面也是包含一些无奈的无可奈何的吧。所以这是我的解读啊。对，我觉得你说的挺符合实际的，就是挺符合我的观点吧，就是我也会觉得就是投胎转世这一类的，它也不完全是依靠自由意志的，就是它可能就是类似于像咱们人间一样嘛，就是比如说你是要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它是有一些选择在的，不是说完全你想选什么都可以，它也是有一些限制在的。但我觉得这些限制它也是属于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个设计。你短期内可能理解不了。对，就是视角要大一些，可能还好一些。如果说只聚焦在某一段时间、某几天的话，可能会比较痛苦吧。我觉得，就比如说投胎，这个小明，你可以投胎的星球有以下这几个，啊，你只能在里面选一个，然后这几个家庭，然后你挑一下。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吧，就是小明一看
都是比较差的选择。小明说这都是人家挑剩的，我都一个都不想去。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有点像是游戏平台里面的一款游戏。即使在游戏平台里面，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这些游戏平台提供的游戏咱们都不想玩，或者说都不想去玩，都不想进去。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无聊啊，点开了其中一个，或者说是有一个人说你必须玩，你必须玩一个，必须挑一个，对，或者被人忽悠了，别人推荐的也有可能，对，也可能是被别人忽悠了，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有，不完全不否定吧，先不否定这个东西，就从我们目前这个视角是很难去，完全的了解到它的真相的，因为我看之前有一些就是讲这种毒品的这种上瘾嘛，就很多都是交友不慎，然后朋友的一次推荐啊或者之类的忽悠，然后他就从此之后就可能就深陷泥潭吧，然后他爬出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他可能最终是爬出来了，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包括有一些电视剧我前一阵看也是，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会有类似的，就是忽悠也好，我们自己的好奇心也好，但最终你的感受是好的，或者说值不值得，可能只有自己才知道这个答案。我觉得感受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掌控的一个东西。只是说这个外界环境啊，你可能没办法达到完全的自由挑选。就像你宇宙可能有很多个宇宙，然后你每个宇宙之间你想要去跳跃，它没那么简单。跟我们出生到家庭也是一样的，你可能会觉得别人的家庭为什么条件那么好，父母那么有爱心，但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去挑选的，它就是我觉得即使在灵魂层面，它肯定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客观或者说是灵魂无法去做出选择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佛教说的，你的福报不够，可能你只能选择在这样一种范围内的一种家庭啊，或者说对吧？选择范围，对，你要福报特别差，你可能只能在那个最贫穷的国家里面去挑，你没有资格去选择发达国家，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有你的积分不够吗？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就是完全的自由。就是很难实现，就是就像是你在一张纸上画画一样，它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世界它不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像你想要理解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到底灵魂有没有这种完全的自由？你其实不用去追求那种完全性，我觉得就是在终极意义上，就是灵魂的最源头，你可能确实有这种完全的自由。但是灵魂它其实也是分层级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越靠近这个物质层的灵魂，它就是可以选择的这种空间就越小，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基本规则了。就是你进到这个宇宙，你就得按照它创造的规则来玩，要不然你就不进来，你有绝对的自由。进来之后没有办法说是完全的自由，只能说是有限的选择。对，我觉得追求那种完美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伪命题啊，就是它是一个达不到的状态。然后就像我们追求这个共产主义一样，我们只能说朝着那个方向打造的话是就是对，它只是一种构想，我觉得它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是，因为我在想，真正的圆满啊，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存在于宇宙或者说物质当中，因为这个东西太笨了。
因为我前一阵我就在思考，我就觉得液体比物体就要高级很多，因为液体它的流动性、它的可塑性、它的这种，对吧？就是一个那么小的管道就可以常年的去运输多少多少万亿吨的这个液体，对吧？但你看这个。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平时堵车嘛，你看这个车呀，这个物质，这个这么宽、这么大、这么占地方，你修了那么多的高速的路都没有办法去满足城市的就是这种流通，对吧？我在想，如果每个车是液体的话，那这个运转起来就非常容易。然后再看气体的话，我觉得那就更高级了。那你看气体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缝隙，甚至你看全球的气体的流动，它是一种，对吧？它的循环是一种。你不需要去做什么，它就自动在运行着，高效的一种运行。然后甚至我在想，你看像这种光纤、像电线，它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公路，对吧？1秒钟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对，就是它属于光的层次了。这种就光它比那个气体分子它就更小了，更加的精微了。不是一个实体了，对，它甚至能量了，对，它甚至是有这种波粒二象性嘛，它是对，只是一个波而已，它不是一个有质量的东西。对，我们已经很难去定义它的一个存在形式了。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所谓的这种神的世界嘛，神的世界是一个理念世界嘛，它没有实体，它是纯抽象、形而上学的。所以我在想。一开始会觉得好无聊啊，就是个形而上学的一个概念。但后来我一想，那么如果按照液体比固体厉害，然后气体大于液体之类的这样一个想法再推，那你概念世界的话，那真的太高级了，那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啊。它只需要一个概念，一句话，它就定义了一个东西，它就完成了一件事情。我会觉得神的世界可能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它甚至不是一句话，它就只是一个你无法描述的意念，一种想法。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本奇迹课程的辅导书，他说实际我们的就是存在本质就是灵嘛，灵性嘛，它实际就是神的一个念头，神的一个想法，一个思想神的一念。然后我就在想。哇，那这一念就这么宏伟吗？就是一个念头，这其实跟我们人的念头也很像，就是当你生活中有了一个念头，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在你的潜意识层面，就比如说你今天走到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KFC 的广告，甚至你可能没看到，它只是出现在你的视野里边，但是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边了。这个念头它会一点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浮现，最后它会演化出一个事实，就是你会走到 KFC 店里面去吃汉堡。对，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就是包括你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你一直对它不加管束，然后它一直累积，甚至它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关注，它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负面情绪，你懂吧？你的意思就是没有及时修正的一些不好的念头吗？一个是没有及时修正，二一个最主要是你完全没有察觉到它。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在修这个，就是减少评判嘛，就不评判嘛，因为耶稣总教导不评判嘛，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小看你评判别人的这个力量，就是即使你没有说出来，你内心的这种念头嘛，这种评判，它也是会影响你自身，就是其实对你就是没有好处。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其实还真挺对的，就是因为内心真的有很多评判的念头，然后它可能是不受控的自己冒出来，然后我就会去修正它，或者说不与它认同，然后就所谓的释放它嘛，就是会说这个你不要去这么想，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去评判别人。对，就是即使你没有做，就是心里面的一个小念头，
如果你没有察觉到它，甚至你还放任它，肆意的去成长，它就会愈演愈烈，就像是一个火苗一样。是，我相信。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可以，很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使用我们的注意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五感吧，我们的五感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取信息的通道嘛。然后这些通道它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它一直都是敞开的嘛，比如说，对，我们的眼睛，一直睁着，甚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都是比较放肆的去，或者说比较随意的去做这些事情，就是类似于你刷短视频一样，就是你可能没有带着任何的目的，然后只是为了放松，无目的的去做这种事情，但其实呢，这些事情它最后会演变成一些非常不好的结果，或者说演变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如果你放任你自己的感官无目的的去游离，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说是完全的去决定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就相当于你自己不是你，而是被外界环境塑造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家说这个出淤泥而不染是很难的，所以世人很爱这个莲花嘛。人其实非常非常难，就是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因为这些感官它随时都在接收，然后即使你非常非常谨慎的去接触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人的对自己的感官的控制并不是100%的。你的意思就是你在熏染一种东西，你难免会成为这种东西。对，所以选择环境也很重要，还有就是要觉察到就是那些悄无声息的东西对自我的影响，就比如说你交友啊，或者说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是使用电子设备啊，我觉得都是要谨慎的。就是我觉得99%的人都是不够谨慎的，他都是非常放肆的在使用自己的五感，因为他完全察觉不到。你是指没有筛选的，或者说没有主观的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这种感觉吗？或者说去避免什么吗？主要是你察觉不到，你懂吧？就是我的感受是，有些东西我不能接触，就是我会不舒服。就是我是用我的直觉在判断我选择的信息。就包括说太上天书，他说你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上面，其实你就会，这就代表着你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总是看一些飙脏话的这种很世俗的东西，然后虽然你未必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你的兴趣点在这种东西上，所以就他可能也会某种程度反过来去塑造你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对于有一些东西我直觉上我是不行的，就是我会觉得这个跟我的可能就像能量震动一样，就我觉得它不符合我的频率，我看不了这个东西。我首先我不认同，第二我不想接触这个东西，就接触太多了我会不自在，不舒服。对，就是对于那些我们完全掌控不了的东西，不要随意去接触，除非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去 hold 得住这些信息。就比如说每天大量的新闻，大量的这些刷短视频，包括每天大量的去在一些社交场所去接触，我觉得就是你去接触的前提是你能够保护到自己。很多人他其实没有意识到他在受伤害，他在被改造，他在被影响。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非常有限，但其实我们的感官它又是非常的发达。
可能我们感知了100%的东西，但是我们注意力只集中了10%或者更少的那么一小部分。这些没有被我们感知到、没有被我们察觉到的东西，它在一直影响着我们。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这种对自己注意力的守卫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拓展一下，我们再重新开一下。好的。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